前段時間讀到一篇日本人寫的關於台灣旅行的文章，上面特別提到，受老的日本出版的台灣旅遊書籍的影響，很多日本人認為台北萬華地區是台灣最危險的地方，並且將其類比為日本大阪著名的西城區。因此，不少日本人會刻意避開這裡，當然也有些人會特意去一探究竟。去過台北多次，不過說實話，除了西門町以外的萬華地區倒是沒怎麼特別逛過，所以這一次就特別將住宿選在了萬華站旁。萬華車站真的是第一次來，因為這次訂的酒店在這個車站附近，所以直接從新竹過來就坐到萬華車站，先去吃個午餐。車站的大樓叫艋舺101大樓。萬華舊稱就是艋舺，台語念作 Manga， 其實是台北最早開發的地區，也是台北城市發展的起點。現在的萬華區西側與南側以河流為界，東側是台北市核心區的中正區，北側則與老城區大同區相接。舊時的艋舺主要是指萬華區的中部，以龍山寺站為中心的周邊區域。早在18世紀初，來自福建的移民就沿着淡水河開墾此地，而當地的原住民則乘坐獨木舟在河岸與移民進行交易，因此艋舺這個地名原意就是獨木舟的意思。憑借着淡水河水運的優勢，艋舺迅速發展為北台灣最重要的商業港口之一。到清代，與台南的府城、中部的鹿港並列，成為全台最繁華的城市。當時有着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美譽。到日據時期，當時的日本政府推動城市改革，於1920年將艋舺正式改名為萬華，寓意着萬年繁華。而萬華的日語發音其實就是 Manga。据說這邊有一家蒸蛋的滷肉飯不錯，剛好在車站附近，先去吃一下。就是前面這家喜湯鋪子，賣雞湯和蒸蛋滷肉飯的一家店。這家店看起來還是挺熱門的，很多顧客。主打的就是雞湯，然後滷肉飯，還有這些拌麵。剛聽介紹了一下，決定點一個這個燉雞湯加滷肉飯再加小菜的這個套餐。套餐已經來了，蒸蛋的滷肉飯我真的是第一次吃，不過蒸蛋也是我喜歡的，然後滷肉飯也是我喜歡的，這兩個搭配在一起對我來說很開心。它是套餐，所以有一個小菜，小菜選了這個滷蛋和貢丸。另外就是他們家也是比較主打的就是這個雞湯，還不錯，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雞腿。整個套餐的話呢是200塊台幣，我覺得價格其實還可以，蠻實惠的。哇，這個雞湯味道相當不錯啊，很鮮。它裡面放了這個香菇，然後白菜和雞腿。第一次吃这種蒸蛋和滷肉拌在一起的這種滷肉飯。說實話，我不是特別喜歡他們這個滷肉的醬汁的味道，有點偏鹹，不過還可以接受。這家也是萬華地區很有名的一個地方食品市場。現在大家如果去沖繩的那霸或者石垣島，一定都會去逛當地的公社市場。其實日本其他各地也都有公社市場，不過大多已經廢除。現在看到的新富町市場，其實最早就是台灣日據時代日本政府推動設立的現代化的食品市場，當時叫做新富町食料品小賣市場，依照了當時最新的衛生標準新建，採用全台罕見的馬蹄形平面設計，中央天井提供自然採光與通風，館內設有魚販、肉鋪、蔬果、雜貨、糕點、菸酒等30多個攤位，是當時艋舺最現代化的公社市場之一。行走其間，現在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。
現在雖然市場已經逐漸沒落，不過台北市政府將其定為古蹟，並推動轉型成了結合展覽、文化、飲食和教育的綜合性空間。而在市場不遠處的剝皮寮歷史街區，也是萬華地區非常重要的歷史古蹟之一。這條紅磚牆、拱形騎樓的老街，在現代化的城市中非常顯眼，也很獨特。距今已有約260多年的歷史。形成於清朝早期。最初是艋舺通往台北市南部的重要商業道路，街道兩旁聚集着米店、茶行、藥材行等各式店鋪，可謂是見證了艋舺作為北台灣商業中心的繁華歲月。當然，這個名字聽起來其實有點嚇人。據說名字的起源也有不同的說法，主流的官方說法是原來在這個地方會把運送過來的木材的皮剝掉，所以才有了這個名字。隨着時間的流逝，整個街區也是經歷了台灣不同時期發展的改建，所以其實在短短的一條街上，同時可以看到不同時代的建築樣貌，是了解台北近300年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索引。剝皮寮歷史街區應該算是台北市現存最完整的歷史街區之一。2009年修復完成後重新開放，在保留歷史風貌的基礎上，融合了文化展覽、教育等功能，算是萬華地區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景點，基本上遊客都會來走走看看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有点晚了今天。今天来的有点晚，很多店都关了。这边开的店还比较多。好怀念的这个游戏机啊！他玩的都是俄羅斯方塊。这边还有很多的这种彈珠機。随便小攤吃一點，這些滷肉飯，然後油豆腐，還點了一個燙青菜，味道還不錯，然後價格也挺便宜的，一份大概就40塊台幣吧，3個加起來120。算是不用，謝謝。夜晚的萬華，走入小路就會有一些桃色的身影和霓虹。之前看到的文章中也特別提到了萬華地區的茶室文化和陪侍的情況。
當時的艋舺作為商業發展的重鎮，自然成了大量勞工、船工、商人等的聚集地。工作之餘，大家就會到茶室裡喝茶、聊天，順便再交換一下信息。當然，食色性也，有一些帶有陪侍性質的場所和人也逐漸開始出現並聚集，會有女性陪客人喝茶、聊天、唱歌，也有部分流鶯和私娼的情況。這也成了萬華地區負面標籤的一個方面。当然，無論是曾經政府合法執照的公娼還是私娼，說到底，這也是社會發展中底層庶民生活的一個縮影，也是萬華地區發展歷史中不可回避的一個部分。其實我自己覺得茶室文化倒是挺像日本各地的 snack 或者是 kyabakura， 不過日本是以喝酒為主，而這裡是以喝茶為主。附近的華西街被桂林路分割成2段，是台灣專門規劃的第一座觀光夜市，特別設置了具有濃厚中國宮殿風格的紅色牌樓。早年華西街以蛇肉店、蛇湯及各式傳統小吃聞名，吸引了大量遊客慕名前來。如今盛況已大不如前，除了還有一些美食店鋪以外，到晚上就主要是以按摩店為主了。說到萬華，當然最重要的地標就是艋舺龍山寺。龍山寺建於1738年，當時來自福建泉州的移民來到艋舺開墾，為了祈求航海平安、事業順利，便從福建安海龍山寺迎請了觀世音菩薩的分靈來到台灣，並集資興建了龍山寺。自此之後，龍山寺不僅是宗教信仰的中心，其實更兼具了地方的各種議事、糾紛的調解、社會救助等各種功能，可以說是早期艋舺社會的核心所在。當然也會涉及到一些黑幫的歷史，這些內容其實之前很有名的電影《艋舺》中也有所呈現。這就是廟口，咱的角頭。艋舺從清朝到日據時代，一直都是台北最熱鬧的商業中心。為了這艋舺，只要嗆基隆人爸的名，就沒人敢動你。你好。明仔載你們來，你去找個地質醫嘛，你們這邊好個地水。這是黑道，跟我想的不一樣。這家是正港的台灣黑道，爽過來。
比較有意思的是，龍山寺除了主神觀世音菩薩外，寺內還供奉着月老、文昌帝君、關圣帝君、祝生娘娘等上百尊的神明。因此，無論是求學業、求姻緣、求事業，還是求平安，都能在這裡找到對應的信仰寄托。之前看到有個日本人說，這裡就是佛祖的百貨店，我也是非常震驚啊。比喻是非常不妥，不過也能勉強說明一二。近300年來，龍山寺歷經了地震、台風、戰火等多次災難。其實不僅是萬華最著名的寺廟，更是台北歷史最悠久的信仰中心。它見證着，或者說是保佑着艋舺從河港的商鋪逐漸走向了當今的現代都市。龍山寺旁邊的這條巷子叫青草巷，有很多這種青草行的店。龍山寺旁的青草巷也是一條超過100年歷史的街道，整條街聚集着大量販售青草藥、青草茶的店家。早年醫療資源有限，居民生病時，除了到龍山寺求神問卜、尋求保佑之外，也會到附近的青草店購買草藥治病。因此，龍山寺與青草巷也逐漸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係。而且，由於過去許多人依靠這些草藥來解除病痛，所以青草巷也被稱為救命街或者是救命巷。地瓜叶要看的。感觉像是这种中古的二手市场。昨天没走完的这条华西街夜市，今天白天再来看一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一公休，所以很多店其實沒有開。當歸豬腳，這家店看起來挺有人氣的。炒牛肉，好幾家炒牛肉的店。這家好像據說也挺有名的，胡椒餅的店。之前查到過的這一家阿義滷肉飯今天沒開門啊，可能真的是周一很多店都公休。小王煮瓜這家也聽說過的，好像米其林推薦。這家店看起來不錯啊。點了一個小的滷肉飯，然後再加一個滷白菜，看起來很多人都點這個。這家店真的是非常火爆，很多人。現在還好，剛才全部的人都在等位子。哇，這個滷肉飯是真的好吃，油而不膩，非常的香，而且它這個調味也是鹹甜適中，非常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，比昨天的那個蒸蛋滷肉飯好吃太多了。昨天那個只有鹹味兒，而且感覺他們的米也很好，顆粒分明的，非常好吃。雖然煮得很軟爛，但是還是有一股這種香甜的口感。主要它這個滷汁我覺得可能做得比較好，所以味道相當不錯。其實旅行的時候，除了一些自然的風光，我對一些城市人文的內容會特別感興趣，會覺得極其生動和鮮活，也會想去當地民眾生活的地方看看。萬華作為台北發展的起源以及時代發展的一個縮影，其實非常有代表性，
也很有特点。地方不大，卻從各個側面清晰記錄了早期福建移民、清朝統治時代、日據時代以及不同地區社會文化及飲食文化對這個地方的影響。不過總體的認識應該還很膚淺，也請大家批評指正。當然，可能台灣本地人會覺得這次的內容沒什麼意思，不過請原諒一個外地人的好奇。最後，感謝大家的觀看。下一期我們前往宜蘭，這次很榮幸能獲得之前結識的宜蘭大姐的熱情幫助，好好享受一下宜蘭自然淳樸的慢生活。